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很多人不知道胆固醇是什么，其实就是血脂的一种。如果胆固醇升高，对身体是有很大危害的，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，还会损害骨骼和牙齿，使人寿命减短。那为什么胆固醇会越来越高呢？很可能和3个原因有关。第一个，饮食不健康。那很多人胆固醇高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，比如你爱吃重口味的油腻的食物，再加上不爱锻炼，就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身体肥胖。肥胖也是导致胆固醇过高的原因，因为身体肥胖的人体内会堆积脂肪，这样就容易引起体内胆固醇过多，导致高血脂出现，所以平时要多控制体重才行。第三个，其他疾病引起的。那对于肝脏受损、有糖尿病或甲状腺疾病的人，也会引起胆固醇升高，建议大家尽早的检查。所以出现胆固醇过高的情况就要好好调理了。建议大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注意饮食，平时要多注意休息，那运动也是很重要的，或者用食疗的方法来控制胆固醇升高。给大家推荐山楂，山楂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黄酮类化合物，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还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脂质，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。很多人每天走路已经是极限了，日常运动更是奢侈品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身体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。那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百练不如一抖。下面教大家一个颤抖的小动作，帮助增强体质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同宽，手臂自然的下垂，全身放松，然后腿微微弯曲，这样有规律的全身上下进行颤抖。这样颤抖是全身性的运动，每天坚持做5分钟，相当于慢跑2公里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畅通全身气血，有增强体质、改善亚健康的作用。大家做的时候要循序渐进的做，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，只要坚持住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自己失眠了，大半夜的睡不着，第二天还要工作呢。其实经常失眠睡不着，很可能是身体缺乏了2种营养，最好早做调理。缺乏了维生素 B6。维生素 B6 是人体所必需的，如果长时间的缺乏，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失眠多梦、情绪波动大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多喝一些牛奶，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6，可以帮助缓解失眠。缺乏色氨酸。很多人不知道色氨酸是什么。色氨酸是一种氨基酸，对血清素和褪黑色素的产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那色氨酸相当于一种天然的安眠药，如果体内缺乏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那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谷物，比如小米。小米是谷物中色氨酸含量最高的，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米粥哦。生活中便秘是很常见的一件事，虽然便秘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长期便秘也会给身体带来危害，而且便秘的痛苦也只有自己才知道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便秘。第一种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。生活中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有很多，比如萝卜、豆芽、猕猴桃等。在我们肠道内，维生素 C 是乳酸菌的食物之一，所以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增加益生菌数量，有润肠通便的效果，能够很好的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。第二种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食物都属于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红豆、海带、木耳、玉米等。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分2种，水溶性和不溶性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软化粪便，刺激和加快肠胃蠕动。那便秘的朋友多吃这类食物，可以帮助快速通便，让肠道越来越通。问题现在已经很普遍了，很多人伏案工作以及低头玩手机，都容易出现肩颈酸痛的情况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头晕手麻、视力模糊等问题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能做，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。首先将我们左手手臂绕过头顶，左手压住右侧头部，然后慢慢的将头部向左侧压，要感觉到脖子有紧绷感，右手则放在背后，这样坚持5秒，再换相反方向。
这样左右交替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颈部肌肉，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脖子僵硬、颈椎疼痛以及颈椎不好引起的头晕头痛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那经常久坐不动、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呀，就可以做一做。做完或许能够让颈肩更轻松哦。说到补钙呀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多吃钙片或者是多喝牛奶。其实除了牛奶和钙片，我们身边还有2种高钙食物，补钙效果可是一点都不差呢，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哦。第一种菠菜，菠菜是想补钙的人不能错过的。1小碗的菠菜就能够补充人每天所需钙的25%。虽然菠菜含钙量高，但是菠菜中也含有草酸，钙遇到草酸容易形成草酸钙，而草酸钙不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所以在吃菠菜的时候最好把菠菜用水焯一下。第二种油菜，油菜的补钙效果也是不容小觑的，每100克油菜的含钙量大约有140毫克。要比牛奶高出很多，所以呢，想要补钙也可以多吃一些油菜哦。肉是餐桌上常见的美食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鱼肉是既美味又有营养，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同样是炖鱼，为啥自己炖出来的鱼腥味很大？其实很可能是你在炖鱼的时候放了2种调料，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放。这2种调料就是花椒和八角。大家都知道，想要炖出美味的鱼肉，调料是很关键的。很多人炖鱼的时候喜欢将调料放个遍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放花椒和八角，因为花椒和八角有很强的刺激性，在做菜的时候很容易中和掉。如果炖鱼的时候放了这2种调料，不仅不能去除腥味，还可能会加重鱼腥味，所以大家在炖鱼的时候就把这2种调料拿得远远的吧。忙碌的工作让很多人没有时间运动，再加上不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时间长了就使得脾胃越来越不好。所以不管男女，30岁以后再忙也要养脾胃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按摩足三里穴。足三里属足阳明胃经，在我们小腿外侧外线下3寸，用手指量呢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地方，按压会有酸胀感。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，也可以用拳头敲打，每次按摩5到10分钟。按摩足三里可以提高免疫力、健脾养胃、补中益气、调和气血。那坚持按摩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哦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身体经常会和别人有一些碰触，那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要注意有些要害部位最好不要乱碰。第一个地方，后脑勺。我们的后脑勺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呢是生命中枢，但是后脑勺也是很脆弱的，希望大家不要乱碰。如果不小心被碰撞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二个地方，颈部两侧。在我们颈部两侧有个颈动脉窦，这里是颈动脉搏动最明显的地方，它调控着人体的血压和心率。如果不小心压迫到这里，也可能有致命危险，所以大家也不要乱碰。第3个地方，四肢动脉。我们四肢的动脉也非常的容易受到伤害，如果不注意保护，也会危及生命安全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上面这3个地方自己尽量少碰，最好也不要让别人乱碰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